台中福州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坐落在城市的边缘，周围是一片安静的环境。然而，这份宁静背后隐藏着一座不为人知的废弃建筑，它被学生们称为福大鬼屋。许多人认为，这座看似不起眼的废弃建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时常发生着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最初，这座建筑曾是学校的宿舍楼之一，它的设计虽然简单，但年代久远，早在福大成立初期就开始使用。然而，随着学校的扩建和新的设施投入使用，原本的宿舍楼逐渐被遗弃，成为了学校历史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栋楼变得越来越荒废，楼内的灯光已经很久没有亮起，窗户破旧，玻璃窗上满是尘土和蜘蛛网，显得格外阴森。校园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福大鬼屋的传言，据说曾经在这座建筑内发生过一场悲剧。那是几年前，几名学生因某些原因相约在这栋楼里度过一个深夜，直到第二天清晨，他们中的一位学生神秘失踪。更奇怪的是，失踪者的个人物品依旧整齐地摆放在宿舍内，仿佛他根本没有离开过。然而，当其他学生想要寻找他时，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有人猜测，他可能在建筑内遭遇了什么无法解释的力量，永远消失了。自从那次失踪事件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传出怪异的经历。有的学生在经过这座废弃建筑时，总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压迫感，好像身后总是有什么东西跟着。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时常会有人声和不明的光点从楼内透出，而当他们走近时，楼内却空无一人，窗户也早已紧闭，这座建筑被封锁了起来。但无论如何，这个地方始终带着一种让人不安的气氛，大多数人选择远离它，因为他们相信这座鬼屋中隐藏着某种不可见的力量，只有那些敢于挑战的人才会踏足这片禁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福大鬼屋不仅仅成为了学生们口中的恐怖故事，甚至成了一些探险者和灵异爱好者的目标。无论是为了寻求刺激，还是希望揭开这座建筑背后的谜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夜深人静时悄悄溜进这座阴森的废墟，试图解开它隐藏的秘密。自从福大鬼屋成为校园内的禁地后，学生们对这座废弃建筑的谈论愈发频繁。白天，大家谈笑风生，夜晚却总有一些不敢言明的恐惧在心底蔓延。尤其是那些住在校园附近的学生，他们常常在深夜经过这栋建筑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寒意。甚至连不信邪的学者和教师也开始对这座鬼屋产生了几分忌惮。传闻中，这座建筑内的灵异事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某个特定的夜晚开始的。据说，那晚校园里一片静谧，只有夜风吹拂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时，有2名大学生决定挑战自己的胆量，进入这座废弃已久的建筑，探寻其中的秘密。这2名学生，一位叫阿杰，另一位叫小文，他们俩都是无神论者，对鬼怪故事嗤之以鼻，认为这不过是学生们的无聊传说。然而，出于一种好奇心，他们决定在这座鬼屋内过夜，看看是否真的会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夜色笼罩下，阿杰和小丸悄悄潜入了这座鬼屋。他们打开了那扇生锈的铁门，屋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闷而古老。踏入室内，破败的楼梯吱呀作响，墙壁上剥落的油漆和浓重的霉味让人忍不住想要退缩，但他们仍然坚持往里走。你相信这些鬼故事吗？阿杰笑着问，声音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相信什么？就算真有什么，也不过是心理作用罢了。小文轻松回答，似乎并不在意四周那股阴冷的气息。然而，当他们走进楼道的尽头时，空气的温度似乎骤然下降，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阿杰原本开玩笑的神态开始凝重，他不自觉地开始加快步伐，而小文也感到有些不对劲。你听见什么了吗？小文低声问。阿杰停下脚步，细细聆听。最初是风声，接着似乎听到了一阵微弱的脚步声，仿佛有人在楼上走动。可是整个建筑空荡荡的，根本没有任何人影。2人对视一眼，心里一阵发毛，肯定是风吹的吧。
阿杰尽量让自己显得镇定，但他的语气已经变得不太自信。正当两人准备继续往前走时，突然楼上的房间里传出了一声清脆的撞击声，那声音犹如一根铁棒击打在地面上，震耳欲聋。阿杰和小文被吓得几乎跳了起来，心跳急速加速，仿佛身体被某种未知的力量束缚住了。是有人吗？小文颤抖着声音问道。没有回答。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们毛骨悚然。楼下的门突然嘎吱一声自己打开了，缓缓的，仿佛有人在背后推开了它。他们站在原地盯着那扇门，几乎不敢移动一根手指。阿杰强忍住内心的恐惧，拿出手机轻轻按下闪光灯，朝着门口照去。突然门外的走廊一片漆黑，只有手机的微弱光芒投射出一片诡异的阴影。就在他们准备转身离开时，楼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声音越来越近，仿佛有一个身影正急匆匆地朝他们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我们赶紧走吧。小文声音几乎是哀求。然而当他们准备转身时，那阵脚步声骤然停下了，紧接着整个楼道的温度急剧下降，甚至能看见白气从嘴里吐出。两人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就在此时，楼上的某个房间的窗户突然猛地被打开，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刺耳的风声，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低语。那低语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仿佛是从空气中传来的无形声音。阿杰和小文全身的毛发几乎竖起，他们相互对视，心里明白，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恐惧了。他们深知，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逼近，已经不再是人类的范畴。就在两人准备冲出这座鬼屋的瞬间，楼上一个房间的门忽然打开，一个虚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那人影身穿白色衣物，面目模糊，双眼如同黑洞一般，死死盯着他们。整个房间的空气突然变得凝重，像是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所笼罩。阿杰和小文几乎是失去理智地狂奔出建筑，一路上脚步声回荡在空荡的走廊里，他们的心跳如雷鸣般剧烈，仿佛这座建筑中的某种力量正在追逐着他们。然而当他们终于跑出大门，回头一看，那座建筑依旧安静无声，像是完全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阿杰和小文的经历迅速在校园里传开，两人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没看到什么，但他们的神色却已经出卖了他们。那些敢于挑战鬼屋的学生们，一听到他们的故事，就不自觉地开始远离那座诡异的废弃建筑。而那些曾经嘲笑过福大鬼屋传言的人，也开始悄悄地在心中打起了退堂鼓。然而虽然两人从鬼屋逃脱，他们依然无法摆脱那种深深的阴影。阿杰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耳边回响着那阵低语声，仿佛某个无形的存在依旧紧随其后。而小文的情况则更为糟糕，每当他进入昏暗的房间，总能看见那个模糊的身影站在远处，死死盯着他。尽管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发生，但他们知道，那些经历远比他们想象的更加真实。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切似乎恢复了平静，可是那个深藏在福大鬼屋中的恐怖并没有就此结束。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一名名叫小林的女生身上，她是阿杰和小文的同班同学，也是学校里有名的鬼怪爱好者。不同于大多数人对福大鬼屋的恐惧，小林一直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好奇和探究的欲望。他听说了阿杰和小文的经历后，决定亲自去一探究竟。那天晚上，小林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背着背包，独自一人悄悄潜入了鬼屋。他计划一整夜都待在里面，拍摄下所有的灵异现象，希望能为自己拍摄的灵异纪录片提供素材。然而他的探险却以一种更加诡异的方式结束。第二天清晨，小林没有按时回到宿舍，他的室友打电话给他，却始终没人接听。学校的工作人员和同学们开始寻找他的踪迹，最终他们在福大鬼屋附近的树林中找到了他的手机和背包。然而小林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几天后，当警方进入福大鬼屋搜寻时，他们发现屋内的情况异常，与之前的探险者一样，屋内没有留下任何血迹或暴力迹象，但却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压迫感，
甚至屋内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墙壁上的裂缝在某些地方竟然开始自行扩展，就像有某种无形的力量正在牵引着这些裂缝蔓延。更让人惊悚的是，在小林的房间里，警方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黄的旧日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奇怪的文字。翻开日记本的一页，字迹清晰地写着：他们在等我，他们不会放过我。而这本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则只写了几行歪歪扭扭的字：他们在楼上，快跑！这一发现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小林究竟发现了什么？他所写的日记又是否暗示着鬼屋内存在某种无法名状的力量？他的失踪是否与鬼屋内的怪异现象有关？这些问题在校园内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也引发了更多人对福大鬼屋的深入关注。一些学生开始悄悄传言，认为福大鬼屋并非单纯的废弃建筑，它可能是一个通道，通向一个人类无法理解的世界。有人说，这座建筑曾经发生过一场神秘的仪式，某种邪恶的力量曾在这里诞生，至今仍然潜伏在其中。而那本神秘的日记似乎只是鬼屋故事的冰山一角，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秘密。然而，尽管警方和学校反复搜查，始终无法找到小林的下落，他像是被这座鬼屋吞噬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的踪迹。那些曾经踏入过鬼屋的学生们不再敢单独靠近那里。传闻中，有人曾在深夜从鬼屋附近路过，看到一扇窗户微微打开，里面隐约有一个人影在徘徊。可是当他们靠近时，房间里依然空无一人，所有的门窗都紧闭着，而福大鬼屋的恐怖也似乎从未结束过。每当夜幕降临，那些曾经在鬼屋里待过的人都会梦见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的人看见自己在楼道里行走，突然一扇门打开，里面走出了那个模糊的身影。有的人听到耳边传来低语声，声音中夹杂着无尽的哀求与痛苦。甚至有的人似乎看见自己被什么东西无声无息地拖进了某个黑暗的房间，再也没有出来。福大鬼屋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校园传说，而是成为了一个无法逃避的噩梦。那些曾经胆大挑战他的学生们，无一例外的都经历了无法解释的怪异现象，而那些不信邪的人却也逐渐开始相信，有些地方确实是无法靠近的。